直觉告诉我，他不可能是2月。放心吧，头为止，一切就会结束了。到时你就不用背着杀死小青的罪名啦。不要，不要再演戏了，你就是那个凶手。 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梳脱假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 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，每个字思念走远过的谎。 想法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好管闲事，破坏我的计划？李小琴，他是坏人，是来害死我的宝贝儿子郝文的，我要杀了他！啊！痛啊，妈妈的！妈，我的手！对不起，妈。 宝宝在这里，你不要，你出来，出来！宝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教我那个穴位按摩法果然是有效啊！我才试了2天呢，精神果然好多了。那就好啊，来，我帮你。这里是内关穴，你有高血压，要多按这里，要天天按，不要偷懒哦。你不用担心妈，倒是你呀，不要整天只是躲在宿舍里读书啊，要多出去走动一下，多认识一些朋友。大学里不是有很多女同学吗？怎么没有一个喜欢的？你笑得这么开心，那就是有了。我喜欢人家没有用，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。切，我儿子条件这么好。 哪里会没有人喜欢你啊？哎，喜欢的话就敢去，主动去追，跟他表白一下。我怕跟他说了，他会不高兴，以后不再理我。哎，傻孩子，你没试过，哪里知道不可以呀？那找个机会把他带回家里，妈帮你看看。
安迪，我们是浩文的朋友，请你节哀顺变。有些呢，这些是浩文留在宿舍的东西。啊，谢谢你们，坐。嗨，来很久了。一样。小青来过吗？小青没来看他。安迪一直在那边一直哭。都是小青不好，浩文鼓起很大的勇气，才肯向他告白。他不接受就算了，还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就是啊，我看浩文的脸都白了，心里一定觉得很难看，很受伤。小晴，伤害我的宝贝浩文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他就这样子，想尽办法到李家当帮佣，然后能够接近小晴，设下所有的布局，把他杀死。美人阿姨。浩文，妈妈已经帮你得到小晴了，小晴现在是你的人呢。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对待小晴？是他伤害我的宝贝浩文的，他该死！这个女的真的疯了，说什么杀了李小晴是为了保护她儿子，说到好像她儿子还活着。他唯一的儿子都死了，什么希望都没有，现在心里只想报仇而已。可是杀了李小晴也改变不了他的儿子已经死的事实，所以他一直幻想他儿子还活着。安迪，你醒醒吧，你儿子9年前已经自杀死了。你胡说！我不准你这样揍他！我的浩文没有死，没有死！该死的是李小晴那个贱女人！疯子！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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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很快就会跟我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吃我煮的东西啊，他喝我的汤啊，我的糖水啊，所以他很快就会变成跟我一样了。你在他食物里放什么药？放了什么？跟我一样，我吃的药啊，所以他很快就会跟我一样的啦，啊？赖海峰他够死，还应该死的。他打小晴啊，他应该坐一辈子的牢，不应该被放出来的。还有你们呢，还有你们呢，谁叫你们这么多事啊？为什么你们要抓我？
为什么你们要拆散我跟我的宝贝？我恨你们！浩文，来，快，我的浩文，乖啊，不要怕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保护你，没有人可以再拆散我们的。哎，伟大的母爱，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老大，你是什么时候猜到梁美云就是凶手的？是你给我的提示。我？那天你跟于洋争论谁是凶手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查过的男生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隐形人嘛，你不会说是外星人还是女人更有效果啊？真的很无聊哎。总之，蓝海峰不是凶手 ，OK？ 俊彦的几句玩笑话提醒了我，一直忽略李小晴身边的女人。我仔细再看看照片，我终于发现，梁美云8年前就已经在李家当帮佣，跟李小晴一起出出入入。但为什么陈杰明拍了这么多照片里面都没有她？我开始怀疑梁美云和陈杰明他们可能认识，所以陈杰明把梁美云的照片都抽了出来。陈杰明出现在秋叶小筑并非偶然，小筑开了10年。陈杰明应该没有来过，但是他却在我们开始查案之后上门，还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果然，我的猜测没有错，陈杰明和梁美云不但认识，而且关系密切，他们相处就像一对母子。原来是我的侦探名言提醒了社长老大。哎呀，随便说说都被我说中，凶手就是女人，厉害吧？你记得你这集一口咬定谁是凶手吗 ？OK， 我不厉害，我不厉害。OK。梁美云利用陈杰明接近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对海峰不利的照片。之后他知道我们监视海峰，就制造海峰是凶手的假象。你去查，你干嘛还在这里啊？啊！那件外套跟案发当天海峰穿的很类似。他真的很狡猾，他越是帮海峰申辩，越让人怀疑。而且他留在海峰身边是有目的的。梁美云知道引起我们注意，还故意跑去李小晴的灵位前演戏。小晴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怪我。海峰他很痛苦，这些年他也不好过。我知道你死得很惨，很可怜。不过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们好吗？这一切都是梁美云精心策划，而且她假装自杀，要替海峰顶罪。我们还差一点被他耍了，还错怪好人。还好啊，社长老大比他厉害，佩服啊佩服啊。不过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一切都是梁美云布的局啊？我虽然怀疑他，但我不肯定他是凶手。直到那天我到他家门外监视他的时候，这2天一直在下雨，妈的老毛病啊又犯了，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又觉得累。没事没事的，我知道你今天回来。梁美云在屋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好像在跟死去的儿子说话。原来他的精神已经出了状况。于是我托坤星帮忙调查梁美云的医疗记录，发现梁美云在高浩文死后得了严重的抑郁症，一直都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事情就要结束了，一切就要结束了。放心，很快，很快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就是不肯放弃，他们好像还在查这案子，他们好像知道什么似的。病人梁美云在2007年因为儿子自杀，精神崩溃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我是2年前才接手她的 case， 当时她的情况好了很多，似乎已经接受儿子离开的事实了。
但是大约1年前吧，他的情况突然恶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情绪变得很低落，还有一点焦虑。我加重了他的药剂，要他每个月回来复诊，但是来了几次后就没再出现了。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半年前吧。我发现他的情况没改善，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他答非所问，只要求多1个月的药。你不吃东西会肚子饿，没力气，很容易生病。你生病了，谁来照顾我？吃一点吧。梁美云8年前到李家当帮佣的时候就认识陈建明。陈建明的外形和性格很像他儿子，所以他就把所有对儿子的感情都放在陈建明身上。一个缺乏母爱，一个儿子死了，相处久了就真的很像母子。所以梁美云要陈建明做什么，他一定会做。不知不觉成了他的工具。哎呀，不要吃，不要吃啊！我去洗碗。陈建明还不知道梁美云杀了李小晴。如果他知道了，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是怎样。我就是要告诉你，你错了。你儿子高浩文喜欢的是徐晴晴，不是李小晴。听到了没有？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！高浩文暗恋的是这个徐晴晴，他身边的同学都知道。徐晴晴当中拒绝高浩文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场，都是你，没有查清楚就杀人。乔建成了替死鬼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死太冤枉。是的，真相让人释怀，却让人心痛。过分偏执的母爱，造成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。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，断送了一条年轻无辜的生命。我们找到了答案，也希望它能减轻家属的伤痛，更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。哎，开饭了。师傅今天下厨有口福喽！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哇，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自从你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，就没有踏进厨房跟我一起下厨了。哦，师母在抗议了？不是抗议，是想念。
我很喜欢跟你师傅一起下厨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避开一下，让你们2个过人世界？师傅今天特地为你和俊彦下厨，说终于破了案，要慰劳你们。谁说的？我还有慰劳他，还有你呢。我好羡慕。 Hello everybody。哇，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？你很冷啊？他不是发冷，他是发疯了。黄玉，我为你疯狂。Oh my， 真的很恶心耶！我愿赌服输，今天都不赌下来了。他是不是查案查到疯了？不是跟他打赌说陈杰明是凶手，他输了，所以要穿比基尼上班，这就是他下场。哇，看来你的鸡肉哦，比我的鸡肉还好吃。来，跟我去厨房，我要沙拉。哎，好恶心啊！不要穿外套吃饭啊！不要，我今天就这么吃饭。郑医生，王小姐，蓝先生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证实汤水和汤里都含有弗洛奇登的成分。这是治疗严重抑郁症的药物，也是我1年前配给梁美云的。那长期服用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？比较严重的是会让人感到呼吸困难、皮肤发红、发痒，或者产生不寻常的兴奋感。你是说会让精神亢奋？有这种可能。你已经停止服用这个药了，应该没事。对，药物的副作用是因人而异的，而且停止服用后，一般的副作用都会消失。云和，妈，你来了。我做了点心，拿给你吃。谢谢妈。为你们介绍，这是我妈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好。郑医生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我们先走吧。不客气。谢谢你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妈，一起吃午餐吧。不了，我约了人。没关系，今晚早点睡啊。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。我看我还是不去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妈有点头痛，想在家里休息。你们玩得开心点吧。记得吃点心啊。我先走了。谢谢妈。那走。你今天看起来轻松多了。是吗？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满怀心事，搞到我莫名其妙也忧郁起来了。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是时候好好想一想啊。加油啊！你是第一个发现凶案现场。
把我的孩子带走，不可以，不可，不可以！大嫂，不要这样。我的哥哥，弟弟！我现在正式委托你的侦探社调查这起案件，希望你们能找出真相，为他们讨回公道。师傅，干嘛带我们来这里啊？这不是海峰的家吗？干嘛这么神秘啊？哦，懂了，他要报答我们，请我们吃大餐。不可能，那不是海峰的功劳。你又知道？哦，对了，忘了你是某某人的 ex-girlfriend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悬案侦探社 CCI 的新办公室。哇哇哇哇！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办公室啊！嚯，斯文啊，太棒了吧！哦，首先，让我们欢迎海峰加入我们 CCI，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真的啊？欢迎你加入。Thanks. Welcome on board. Thanks. 哎，你是不是用这个办公室来收买老大的？你是以什么身份加入我们的 ？Sleeping partner 还是什么？2个原因。第一，海峰已经考到了私家侦探的执照；第二，就是我接受他入股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他不只是侦探，也是半个老板，所以要对他好一点 ，OK？ 蓝海峰，哇，可以得到老大的欣赏，真的不容易啊！还有，看不出你这么有本事啊！你啊，就像大西洋一样深不可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叫你大西洋啊！叫老大还请买了。这个地方是海峰免费提供给我们使用的，而这里所有的器材是李小青的爸爸送给我们，答谢我们找真凶。这么大手笔啊！如果再给我们一点现金，那就更理想了。哎，好肤浅哦。Hello，excuse me， 你看我这里，我是因为查案才受伤的，拿一点赔偿是理所当然的 ，OK？Ex-girlfriend。废话多。来，我带你到处看看。嗯。厕所在那里，这边就是茶水间，然后我的房间在楼上。设想真周到。为什么要加入 CCI？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。如果不是 CCI， 我应该还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你们帮了我，我也想帮别人。你能找到新的起点，我替你感到很开心。谢谢。哇！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当电灯泡。老大想要开会啊。CCI 的第2个 case。这是一起28年前的灭门惨案，委托我们查案的是梁美云的精神科医生郑平和。郑医生跟案件有什么关系？死者是郑平和的爸爸、哥哥还有姐姐。1988年6月7号，郑财发和他的3个孩子被杀害，现场有打斗的迹象，而郑财发身上也有很多伤痕。郑财发跟他大儿子是被砍死的，小儿子跟女儿是窒息而死。郑财发因为涉嫌非法收取外围赌注，所以警方怀疑
是一起仇杀案，可是现场完全没有凶器，没有目击证人，就连嫌疑犯也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所以找不到凶手成了悬案。郑平和和他母亲当时不在现场吗？郑平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事，他是郑财发的遗腹子，而他妈妈宋丽珠是第一个发现命案的人。这个凶手跟这家人啊，肯定有深仇大恨。如果宋丽珠早点回来啊，肯定也是没命。当时那种场面，谁能受得了？宋丽珠一直不想提这件事情，是郑平和在翻查旧记录的时候才发现到的。他妈妈之所以不想提这件事情，是因为这起命案给他带来太大的打击。但找不到真相，他妈妈的心结是没办法解开的，所以委托我们查这件案子。难怪郑平和想要当精神科医生，一定是要医好他母亲的心理病。不过也是没有用，最后还不是要靠我们西西来帮他找出凶手。OK，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。那个死者郑财发伤痕累累，很明显曾经跟凶手打斗。那为什么在他身上找不到跟凶手有关的线索呢？对啊，比如像 DNA。1988年的，当时新加坡的警方还没有采用 DNA 的检验方式，这你也不懂。我是故意说错考你的。我当然知道，新加坡是在1990年成立了 DNA 鉴定化验室，警方才开始在案发现场收集 DNA 样本作为法证证据，对吧？师傅，这是28年前的案子，那调查方式跟现在的差别真的很大，我们要怎么着手？对喽，难度真的很高嘞。你没有信心查这个案子啊？我当然有信心，我只是想要向2位老板做个建议，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破案的奖励金。如果有这样的鼓励，我们不管难度有多高或者有多艰难，我们都会撑下去的。好啊，给我你的户口号码，我考虑一下。OK 的，我就先给你。平和，哎，妈，这是我的侦探朋友白庆雄。啊，来，请坐。你好。你的交友越来越广阔了，连私家侦探也认识。来，吃点水果吧。这是我叔叔啊，你好，庆雄。哎，你好。这草莓很新鲜，很甜，多吃一点吧。来，你们聊，我去炖汤。哎，阿顺啊，别炖啦，在杂货店忙了一整天，你也休息一下吧。对了，今天老吴介绍一种新的糙米，他说营养成分很高，问我们要不要拿一点来卖。这种小事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好的，那我明天叫他来谈谈。杂货店的工作那么出众，你们年纪都大了，不如把店卖了，享享清福吧。现在还能走能动，没问题的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的朋友在这里听我们说些有的没的，不要理我们了，你招呼你的朋友吧啊。没关系的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啊，什么事啊？平和跟我提起你家28年前有宗命案，他很了解你心里的痛，所以呢，他想委托我们重新再调查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再提起那件事了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妈，我只是想帮你啊。不用，我不用你帮。我不想查这个案子。妈，不好意思，妈，妈，你不要再逃避了，我不想你一辈子困在这个噩梦里啊！只有找出真相，你才能放下，才能重新开始。你听我一次好不好啊？别再逼你妈了，没有人能够体会那件事带给你妈的伤痛。你要重新查案，等于在你妈伤口上撒盐，让她再痛多一次，你忍心吗？请你以后不要再向我大嫂提起那件事，让她平平静静过日子。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想到造成那么大的困扰。事情发生后，她很难过，也很伤心。如果不是发现有了平和，她早就撑不下去。平和跟我说，你在杂货店帮忙很多年了。
那是我爸留给我大哥的店，我一直都在帮忙打理。算起来，都30多年了。你大哥生前涉嫌非法收赌注，警方怀疑他是被仇家杀死的。你知不知道他得罪过什么人？我整天跟大嫂在店里帮忙，我大哥又不常来店，我也从来不过问他在外面的事。有没有人来店里闹过事？有啊，曾经有一个叫老鼠强的，来店里跟大哥吵过几次架，不过吵完架之后又没事了。白侦探，我当年知道的，全部都跟警察说了，他们查了那么久，也抓不到人，你也不要查了。平和真的是不应该旧事重提。外面的人是不能够理解我们经历过的痛苦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我很了解我大嫂的心情。当时3个孩子才几岁，我一想到这件事，我就很难过。太棒了，终于拿到档案记录。回去前先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买道具，布置案发现场，进行案件扮演。我们刚拿到资料，应该先研究，了解清楚，再扮演也不迟，不是吗？不用研究了，资料都说了，宋丽珠是在上午10点半的时候发现尸体的。根据死亡时间的推断，案件是在9点早上到11点早上之间发生的。你想想看，谁会在大白天杀人呢？所以我很肯定呢，这不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。我猜啊，杀人动机是仇杀，凶手和郑才发有仇，体争执的时候一怒之下就把郑才发杀了，然后再把小朋友一个一个杀了，斩草除根。怎么了？你不同意我的说法？不如小老板啊，你就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只是觉得有点武断，在还没开始调查之前下定论，是查案大忌。大强啊，虽然我没有当过警察，但是我知道查案一定要大胆假设。你忘了上一个 case 如果不是我大胆假设凶手是女人，蛋炒饭可以这么容易破案吗？你很可能到现在还是头号嫌疑犯。你乱说。什么我乱说啊？总之啊，是因为我们才可以破案。感激不尽，知道就好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你不是说要去买道具吗？走啊！呀，去死吧！去，大家去！哎，
有吗？你们干什么啊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我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布置好模拟案发现场，方便我们进行案件搬演。都没有证实的证据，搬什么演啊？案发当天呢，郑才发是一个人在客厅喝着酒的。突然啊，仇家就从这里冒了进来，他们两个就起了争执。郑才发知道自己打不过仇家，他就跑去厨房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这样，他就被仇家砍了一刀。郑才发他扶着伞跑去客厅，再被砍一刀。遇到死了。喂，我没有说完呢。郑才发被杀了之后呢，大儿子就跑出来，然后凶手就一刀咔把他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两个小的就跑出来，然后他就用坐垫把他们的脸捂住，让他们窒息而死，再把他们三个放在一起，然后手牵手这样子。你看，我的说法符合所有的证据，厉害吧？厉害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疑点。比如说，凶手会不会有2个人，所以选择了2种杀人方式？你看，客厅有血迹，就表示他是在厨房被砍伤，然后跑到客厅跟凶手打斗。对啊，而且最奇怪的就是，凶手为什么要移动孩子的尸体，把他们放在沙发上？这么多漏洞，就承认自己没有侦探头脑吧。Hello， 这是我的初步推断，有点瑕疵是很正常的 ，OK？ 不过我很肯定的是，杀人动机是仇杀，还有嫌疑最大的是独角龙。独角龙原名吴亚龙，有犯罪前科。据警方调查，吴亚龙之前跟郑才发下注中了奖，却拿不到钱，所以2个人起了冲突。吴亚龙说过要郑才发绝子绝孙，所以啊，连小孩都不放过。师傅，有新发现啊！把小孩子的手一只搭着一只，什么意思？凶手杀了他们有内疚感，凶手可能是他们最亲的人。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